多拉格手下隐藏的强者终于登场，还是一名战力堪比王者的剑士。革命军为何能对抗天龙人，一直让人怀疑。伊姆手中不仅有能毁灭岛屿的古代兵器天王，还有人数众多的 CP0 和贝加庞克研制的武器。神之骑士团的成员也都是顶级强者，就连赤犬率领的海军也有对抗四皇的力量。反观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一方，除了多拉格本人和炎帝萨博之外，也就东南西北众5位军队长的战力尚可。伟大航路的队长伊万科夫对战赤犬时被一拳打飞，整体战斗力最多也就准大将级别。巨人莫利和卡拉斯的实力还算不错，与绿牛和藤虎对抗也算有一战之力。其他2位军队长的能力更像是战场辅助。如此战力储备的革命军，要想对抗伊姆率领的天龙人，除非多拉格的手下还隐藏着其他强者。多弗朗明哥被贺中将押送去推进城时，他分析世界局势会大乱，也出现过革命军的强者，其中有多拉格萨博和伊万科夫，还有一位外表强悍的人。有不少人说这个人就是巨人族的茉莉，但是茉莉的下巴处并没有长着胡须，而且茉莉是香肠嘴，与剪影中的人有一些差距。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121话中，进入 One Piece 决赛圈的12个人确定，四皇中是路飞对战黑胡子，香克斯与巴基厮杀，下面的8个人可以说是革命军与天龙人的对位。萨博的对手是元帅赤犬，这是一场富有恩怨的战斗。科比的对位居然是伊姆大人，应该是2个人的理念对碰。从战斗力上看，科比完全不是伊姆的对手，不过路飞会帮助他将伊姆彻底击败，就像当年卡普联手罗杰击败洛克斯一样，路飞的功劳会被抹除，科比成为下一任海军英雄。从对位上看，多拉格将会与青雉开战。难道说青雉并没有脱离海军，只是去蒂奇身边当卧底？不过青雉有打赢多拉格的战斗力吗？费加兰德加林胜对位的是一位拿剑的神秘人，难道这位神秘人并不是所谓香克斯的兄弟，而是革命军中还未露正脸的顶级强者？从嘴巴和胡子上看，很像是明哥提到革命军出现的剪影。他能对抗费加兰德加林胜，必定也是一位王者级别的剑士。极恶世代中战斗力最弱的6人，2人在和之国战斗中已经战死，还有1人很可能会加入草帽团。第12名，乔艾利波尼，赏金3亿2千万贝利。波尼吃了超人系碎碎果实，能随意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年龄，还能扭曲时空变成未来的人物，就曾变身成妮卡形态进行战斗。不过随着波尼认知的提升，碎碎果实的战斗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弱，而且武装色霸气能驱散果实能力，遇到霸气强的人，波尼也没有任何优势。黑胡子就曾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太弱，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而不是伙伴。当前波尼正在弹头岛对战萨坦圣，有可能登场桑尼号和路飞一起冒险。第11名，斯库拉奇马阿普，赏金3亿5千万贝利。阿普是因果实能力者，可以利用声波对敌人进行隔空打击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斩断黄猿的身体，结果被黄猿一脚光速踢秒杀。后来在和之国战场上，阿普打伤过路飞和索隆，一度被称为第6皇。不过因果实的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只要堵住耳朵就能克制住他的攻击，而且阿普的整体战斗力一点也不强，被认真起来的索隆一刀流轻松秒杀。第10名，巴兹尔霍金斯，赏金3亿2千万贝利。没事总爱算2卦的霍金斯，总是一副很装 X 的姿态，看起来很欠揍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对黄猿爱答不理，成了第一个吃光速踢的超新星。后来黄猿解决掉阿普和德雷克后，回头还不忘给霍金斯来几发镭射光线。霍金斯在和之国的表现也很一般，稻草人怪物被索隆2刀流轻松搞定，与基拉战斗也耍手段占据短暂的上风，后来被基拉卡到 bug 后轻松击败。战争完结后，霍金斯奄奄一息登场，表明自己只有1%的机会活着。第9名，基拉，赏金2亿贝利。吃了失败的人造果实，基拉在香波地群岛登场的时候，与怪僧乌尔基打得有来有回。来到和之国的基拉表现很一般，与索隆战斗被一招3刀流轻松秒杀。与霍金斯战斗，基拉的实力高于对手，不过基德被霍金斯利用不能获胜，最后卡到基德没有左臂的不过后，轻松击败霍金斯，可见基拉实力并不弱。第8名，德雷克，赏金2亿2千万贝利。德雷克吃下古代众霸王龙果实，一度被认为是非常稀有的能力。不过德雷克在香波地群岛第一次展示，连初代的和平主义者都没打赢，在和之国从奎因和霍金斯的围攻下逃走，也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战斗力。不过在对战 CP0 的时候，德雷克的表现很拉胯，没有打过 CP0 的人。战争完结后，他与霍金斯在一起，2人都奄奄一息，能否活着还很难说。第7名，卡彭贝基，赏金3亿5千万贝利。贝基给人一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，狠起来连自己的小弟都要杀。进入新世界后，贝基的目标就是干4皇，目标是夏洛特00。在蛋糕岛的时候，贝基与路飞2人联手，差点刺杀4皇大妈成功。吃了奸臣果实的贝基正面对抗大妈，也没有被对方轻松击败。战力超4皇级强者动身前往弹头岛，他的主要目标却是干掉五老星萨坦圣。自从萨坦圣和黄猿抵达弹头岛，谁来拯救草帽团就成为焦点。
海军出动了100艘军舰，外加多名炽天使，目的就是将草帽团彻底消灭。本以为桑尼号会借助飞行能力逃走，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似乎不可能。护送桑尼号的机器人被黄猿摧毁，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也被萨坦圣夺回。索隆当前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，两人战斗力差不多，短时间很难分出胜负。黄猿与路飞的战斗也算告一段落，没分出胜负，也都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萨坦圣开启恶魔果实能力后，山治等人的身体无法动弹，加入战斗不太可能。波妮的战斗力太弱，攻击不仅对萨坦圣无效，自己的小命也是危在旦夕。好在暴君熊及时赶到救下波妮，他算是第一股来拯救草帽团的战斗力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暴君熊就当着黄猿的面将草帽团的全部成员拍飞。目前他正要与萨坦圣战斗，结果暂且不论，算是给路飞争取了恢复的时间。只要路飞能饱饱的吃上一顿，再次投入战斗击败萨坦圣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至于弹头岛周围的100艘军舰，草帽大船团应该会及时赶到帮忙处理。毕竟路飞在弹头岛闹事的新闻已经传开，那帮小弟也是时候出场表现了。凭借现在草帽大船团的战斗力，能帮助桑尼号抵挡100艘军舰的攻击。在最新的漫画1103话中，一个超4皇战力即将前往弹头岛，就是多拉格。他询问伊万科夫暴君熊可能去的地方，伊万科夫表示会去圣地玛丽乔亚，紧接着又强调说暴君熊不会去那里。然后龙就表现出知道大雄去处的样子。当年为了救波妮，龙曾答应熊会找名医，也知道他和贝加庞克的事情。从漫画中可以看到，龙正准备动身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前往弹头岛。凭借龙不输任何4皇的战斗力，帮助草帽团逃离弹头岛简直轻而易举。不过他的目标应该是干掉五老星萨坦圣，因为他与萨坦圣有着仇恨。当年的西军队长金妮被抓走后，就是被萨坦圣当作试验品才丢掉性命。而且萨坦圣可以说是毫无人性，用人体搞实验不说，甚至连孩童都不放过。干掉萨坦圣不仅能救自己的儿子，还能救曾经的伙伴大雄和他的女儿，甚至还能为昔日的同伴金妮报仇。龙绝对不会让人渣萨坦圣活着离开弹头岛。尾田公开卡普战败蜂巢岛的真正原因，也难怪雷利会说正面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。被称为海军英雄的铁拳卡普，一直被认为是海军中最强的存在。据说卡普打任何人都只用一拳，原因是没人能扛得住他的第二拳。想当年在神之谷战场上，卡普联手罗杰击溃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，对方是白胡子凯多等一群顶级强者，也没能从卡普和罗杰手中取得胜利。后来卡普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，又联手战国把金狮子关入海底监狱。为何会在黑胡子的蜂巢岛战败失踪，一直是海米们很不能理解的事情。得知大徒弟克比被黑胡子绑架后，卡普带着几个 SWORD 成员来到黑胡子的老巢，直接来了一拳霸王色缠绕银河冲击，差点将一座城镇彻彻底底摧毁。对战曾经的首席弟子青雉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当今海军元帅赤犬，也只是用了一招海底落下搞定青雉。等青雉重回地面后，已经满脸是伤。打黑胡子海贼团的几位干部，也都是以几乎秒杀的方式完全碾压对方。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，体型堪比一座岛屿，被卡普轻松扔到大海之中。大九使用的火焰攻击，卡普完全没当回事，直接用人墙抵挡住伤害。溪流靠着偷袭克比将卡普重伤后，也被一拳头砸在脑袋上，满脸是伤。恶阵王将身体融入整个岛屿，还是被重伤的卡普一拳打得头破血流。假如卡普不管克比等人的安危，他完全有能力将整个蜂巢岛摧毁。最终还是为了保护索尔的成员离开，遭到青雉等人的围攻后下落不明。从此也可以确定，卡普之所以战败，并不是他不能击败黑胡子海贼团的人，而是为了掩护弱小的索尔成员，不能100%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尾田也曾在漫画中强调过这点。当时暴君熊询问龙为什么一直去风车村，龙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告诉暴君熊，如果想杀掉他就继续追问下去。紧接着龙又对暴君熊说，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弱点。暴君熊也表示认可。龙的这句话间接回答了卡普战败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救这些 SWORD 成员，卡普才会被溪流用隐身果实偷袭受伤，最终被多人围攻，战败后下落不明。现在想想，雷利说正面打不赢黑胡子，应该不是说自己的实力不如黑胡子，而是说战场在九蛇岛，一旦自己使用全力击败黑胡子，会波及到女儿国的人。12名七武海中最弱的6个人，其中有3人痛击过4皇，胜平居然排名倒数第5，第12名是无名七武海，目前还没有露面。在暴君熊的回忆中，我们知道艾斯在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武海，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公布，具体的战斗力也没有准确的参考依据。当时能被艾斯轻松击败，只能表明那位七武海的战斗力不会很强。第11名是月光莫利亚，赏金只有3亿2千万贝里，也是唯一一位因为实力太弱被五老星下令抹除的七武海。年轻时期的莫利亚很强，曾经与凯多战斗，居然能保住一条小命。在恐怖3维帆船对战路飞被击败，后来在马林范多被盛平一拳打飞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五老星让明哥抹除莫利亚，却被他逃走捡回一条命。后来莫利亚去蜂巢岛寻找同伴阿布，又被宇之溪流重伤，目前下落不明。
第10名是巴基，战斗力很一般，却拥有霸王色运气。罗杰被处刑之后，巴基拒绝香克斯的邀请，在东海成立自己的海贼团。后来陪着路飞一起从推进城越狱，来到顶上战争的表现可谓异常神勇，正面对抗世界最强剑豪鹰眼，任由对方砍了1万刀，也是一点伤都没有受。抱着重伤的路飞和慎平躲过岩浆拳头，还能巧妙地躲过黄猿的激光偷袭。不得不说，巴基有隐藏实力的嫌疑，否则也不会成为当今的4皇之一。第9名是白胡子2世，已经被绿牛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白胡子2世的实力不小，黄猿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战斗力，对战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船长，也是用碾压的战斗力获得胜利。不过白胡子2世能被绿牛轻松击败，只能说他的战斗力上限不高。第8名是草帽团的舵手慎平，赏金11亿贝利。慎平作为鱼人族，能在陆地上与艾斯打平，说明他的实力不比艾斯弱。不过在顶上战争对战鹰眼，慎平连一招都没挡住，就被鹰眼打飞出去。在蛋糕岛，慎平的表现非常好，将4皇大妈从桑尼号上打飞出去。在和之国对战赏金5亿4600万的福兹府，没拿出全部战斗力便取得胜利。之后慎平的赏金涨到11亿贝利，比觉醒血统因子的山治还要高一点。第7名是特拉法尔加罗，赏金30亿贝利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罗通过洛基港事件成为一名七武海。不过在与多弗朗明哥的战斗中，罗被全程碾压，还被对方砍掉一条胳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罗将手术果实觉醒，联手基德战胜4皇大妈。后来遭到黑胡子海贼团的围捕，单挑4皇黑胡子也能将其打伤，最终被开启暗暗果实的黑胡子击败。海贼船被击毁后，罗也下落不明。2场战斗测出当下索隆的战力上限，打拥有双果实的黑胡子也有一战之力。从跟着路飞一起出海开始，索隆的每一次战斗都会让实力提升。对战达兹波尼斯掌握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对战卡库觉醒了堪比霸王色的鬼气。后来又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剑术提升的同时，还学会了武装色和见闻色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研磨，等同掌握了武装色流萤用法。联手超新星对战2位4皇，索隆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一瞬间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王者系给凯多腹部留下伤疤。之后再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时，索隆前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岩灾境的一条翅膀，登基成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为10亿1100万贝利，相比其他皇父并不算非常突出。在弹头岛，索隆对战觉醒状态的卡库，索隆也是处于完全碾压的状态。现在索隆的实力有没有大降级别，从2场战斗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来到九蛇岛，不是找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为了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赤天使鹰眼和女帝小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激烈战斗，一刀下去将九蛇岛的山劈成2半。黑胡子见状也露出一脸畏惧，害怕被小鹰眼击败，立马开启暗暗果实反击。单从这场战斗来看，黑胡子的实力并没有超越赤天使鹰眼很多。在弹头岛，海军也派遣出赤天使对抗草帽团，赤天使鹰眼也在其中。索隆见到小鹰眼之后非常兴奋，与他战斗也表现得非常认真。最终赤天使鹰眼被抓住，索隆没有受任何伤，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。从对战赤天使鹰眼的战绩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并没有差黑胡子很多，而且索隆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暗暗果实的邪门能力对他毫无作用。索隆擅长剑术和霸气的结合攻击，对依靠恶魔果实的黑胡子也算优势。而且索隆已经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假以时日，一旦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战斗力绝对能达到雷利的水准，对抗黑胡子也绝对有一战之力。不过索隆的对手应该是宇之溪流，期待溪流能让索隆再提升一步。有4颗神级果实，黑胡子没有抢到手，能力者全部是帝王，其中3人有大将级战斗力。第一颗是超人系甜甜果实，能力者是波雅汉库克，被世人称为女帝，据说实力很接近大将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攻打九蛇岛，大九和戴鹏被瞬间石化。黑胡子趁机抓住汉库克，却不敢下杀手，他很清楚汉库克一旦被干掉，自己的2个伙伴将会永久变成石像。好在雷利在此刻赶到，提议黑胡子先放手，他来确保汉库克解除能力。面对前海贼王的副船长，蒂奇只能乖乖听话，也放弃抢夺甜甜果实。据说甜甜果实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另一种能力是变成海妖美杜莎。当下黑胡子急需动物系的体力和恢复力，也难怪他会盯上甜甜果实。第2颗是自然系烧烧果实，第一任能力者是艾斯。在马林范多被赤犬贯穿身体丧命，多弗朗明哥得到烧烧果实后，利用它作为奖品对付陆罗联盟。黑胡子与艾斯相处多年，对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非常清楚，于是派遣第一船长巴沙斯参战，目的就是将烧烧果实收入囊中。只不过萨博从半路杀了出来，得到烧烧果实后，当着众人的面吃掉。随后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，
从场面上看，两人的实力不分伯仲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从吴老星和伊姆大人的联手攻击下逃走，随后被世人称为炎帝，可见他的战斗力不会逊色任何一位大将。第三颗是橡胶果实，能力者是路飞，当今四皇未来的海贼王。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没有得到烧果实，立马将目标对准橡胶果实。果实图鉴上没有尼卡果实的介绍，很奇怪黑胡子为何会要橡胶果实。当时路飞与明哥交战后4档解除，处于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状态，眼看巴沙斯就要得手了，又是萨博及时出现，一脚将他踹飞。面对巴沙斯对艾斯的羞辱，萨博彻底愤怒，狠狠虐了巴沙斯一顿。第4颗是吞吞果实，能力者是瓦波尔，也是一国之君。吞吞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不算强，用来赚钱却非常的好用，能让瓦波尔被路飞击败后赚到足够多的钱，重新成为国王。当年黑胡子得到暗暗果实后，立马前往慈古王国找吞吞果实，得知瓦波尔将他吃掉后就离开了，却没有选择干掉瓦波尔抢果实。看来黑胡子对吞吞果实的渴望度并不算高。黄猿多次救路飞的原因终于公开，他会在弹头岛背叛萨坦圣，护送草帽团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一口一个好可怕，一脚一个超新星，不管是霍金斯还是阿普，甚至是老同事德雷克，都品尝了光速踢。可是，在抓捕索隆的时候，光速踢没有了，反而练起了高抬腿，硬生生等到冥王雷利登场，才将脚从索隆的脑袋上拿走。当时的索隆和路飞连霸气都不会，只要黄猿动杀星，草帽团必灭。后来在顶上战争，路飞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来到海军3大将面前，就当路飞开启2档冲向处刑台时，又是黄猿站出来一脚将其踹飞。中将无属不懂人情世故，联手达尔梅西亚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卡普看在眼里非常的心痛，就差直接动手灭掉无属和达尔梅西亚。好在黄猿站了出来，一道激光命中路飞，又将他踢到白胡子手中。见到路飞抵达处刑台解救艾斯，黄猿又是一道激光打断钥匙，明明能打中路飞的脑袋，却只打钥匙。只能说黄猿是在故意不杀路飞。还有在顶上战争后期，黄猿从背后偷袭抱着路飞和圣平的巴基，居然被巴基轻松躲过了。但从巴基的实力来看，显然又是黄猿在放水，以此黄猿有了其他身份，就是路飞的舅舅，或者是革命军的卧底。虽然是海米的一句玩笑话，综合黄猿多次救路飞来看，好像也很合理。即便是路飞去和之国，四皇大妈和凯多联手，打算取下路飞的脑袋，面对2位四皇，黄猿也没有害怕，主动对赤犬提出要去和之国出差。黄猿为什么要多次帮助路飞？从暴君熊的回忆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大雄为了救波尼找到贝加庞克，与黄猿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他们一起喝酒，一起跳妮卡的舞蹈，说明黄猿也知道关于妮卡的传说，甚至还知道橡胶果实和妮卡的关系。多次救路飞是在等太阳神出现，而且黄猿一直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，并不能说明他会一直忠于海军。目前黄猿正在弹头岛，刚刚与路飞经历过一场激战，被打得不能动弹，路飞也耗尽体力变成小老头，面对萨坦圣的攻击，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。弹头岛周围还有100手军舰，草帽团想要安全逃走，可以说几乎不可能。如果黄猿多次救路飞是在等妮卡，他很可能会在此刻帮助路飞拖住萨坦圣，护送草帽团起航。面对他的结局，很可能会和暴君熊一样。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，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，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，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
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。最强的恶魔果实觉醒者终于确定，吊打过四皇路飞，让黑胡子主动认怂，就连卡普提到他的名字也只能叹气。随着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果实觉醒者越来越多。在弹头岛，陆奇和卡库都展示过觉醒能力，谁才是最强觉醒者呢？有人说是觉醒幻兽尼卡的路飞，因为他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从鬼岛的整场战斗来看，路飞能打赢凯多，并不是自己的功劳。凯多经历过赤鞘九侠的围攻，也经历过超新星们的车轮战，期间路飞还跌落鬼岛补充一波能量，战斗力比凯多还差一个档次。从在弹头岛对战黄猿也能确定，路飞也就是稍微强于大将的水准。虽然能击败黄猿，自己也失去了战斗力，还得靠同伴才能保住性命。也有人说萨坦圣是最强的果实觉醒者，不过还存在2个不确定的点。首先是萨坦圣是不是能力者，从变身的状态来看很像是动物系，也有海米推测吴老星都是鬼怪，所谓的动物形态才是他们的真身。其次萨坦圣就算是吃了动物系果实，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觉醒。从外形上看，脖子上缠绕着黑色烟雾，与陆奇的觉醒状态非常像。不过大河在鬼岛变成人兽形态时，脖子上也缠绕着白色烟雾，可见萨坦圣并不确定是觉醒者，而且战斗力也不一定比路飞强。超人系觉醒者有多弗朗明哥，还有卡塔库利，也都是准大将级别。剧场版中登场的黄金地太佐洛，也将恶魔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展现出能秒杀索隆的战斗力，有没有达到4皇级战力还很难说。同样是在剧场版中登场的巴雷特，绝对算得上是最强的觉醒者，没有使用合体果实的能力，对战超新星一拳一个全部打飞。开启合体果实之后，4档状态下的路飞被他一拳头打漏气。当巴雷特使用果实觉醒之后，路飞也认可靠他自己完全打不过，只能同意老沙的计划，连同萨博等人一起才将巴雷特击败。黑胡子去推进城时，见到巴雷特立马认怂，让手下不要招惹他。当年巴雷特没有觉醒合体果实前，就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，海军不得不派遣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，才将其关入海底监狱。后来巴雷特逃出监狱，利用永久指针企图将所有的海贼消灭。卡普知道后也表现出一脸无奈，可见他也认可巴雷特很难对付。赤犬甚至派出2名大将出动，也是表明巴雷特不弱于任何4皇。多拉格的往事全部公开，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。路飞的母亲也要登场了吗？作为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，多拉格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恶魔果实能力没有公开，悬赏金有没有50亿贝利也不清楚。不过从漫画1097话中，我们可以得知很多关于他的往事。多拉格与路飞不同，很听老爸卡普的话，早早就成为一名海军。曾经有海米推测多拉格是海军，万万没想到多年后居然成真了。海军中将和大将的代号都是用12生肖的动物加一种颜色命名。多拉格当海军时的称号可能就是苍龙，职位不是大将也是中将级别。从年龄上看，赤犬与龙是同一时期，也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。当初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，只有赤犬在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小命。尤其是在路飞释放霸王色之后，赤犬干掉路飞的执念更加坚定了。赤犬如此嫉恨路飞，很可能是被龙暴揍过，担心路飞成长为龙一样的强者。不过多拉格发现海军坚持的正义与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并不相同，于是果断辞职加入义勇军。24年前罗杰处刑时，他也在现场观看。22年前奥哈拉被摧毁后，龙去祭奠3叶草博士，邀请贝加庞克当伙伴，遭到拒绝后，他告诉贝加庞克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几年后，多拉格与伊万科夫相遇，加上暴君熊和金妮组建了革命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多拉格遇到自己相爱的人，并生下路飞，交给卡普看管。后来多拉格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。12年前回到故乡东海的戈亚王国，救下被天龙人炮轰的萨博后，将他带到革命军培养成参谋长。2年前多拉格在罗格镇出现，一道闪电从巴基的刀下救走路飞，又挡住斯摩格抓住路飞，让草帽团顺利出航去追寻他们的梦想。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明哥后，革命军的基地被巴沙斯发现，黑胡子联系海军后闯入白土之地，有没有与龙爆发战斗还不清楚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。之后多拉格的剧情可能会多一点，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公开。目前漫画正在讲述暴君熊的回忆，路飞的母亲也应该出场了吧。香克斯有2个弱点被公开，已经算不上最强的4皇，打黑胡子的时候存在重大缺陷。自从白胡子在马林饭多丢掉性命后，香克斯就被认为是最强的4皇。海军也强调过，红发团实力均衡，有铁臂海贼团之称。副船长本贝克曼也拥有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目前香克斯展示出的技能
全部是最顶尖的级别，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能轻松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见闻色霸气不仅能预见未来，还拥有让对方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。武装色的强弱还没展示过，应该达到流萤层级，能从内部攻击。香克斯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闪闪果实的速度也比不过他。佩刀格里芬还不确定是无上大快刀，攻击时能产生很强的火焰。曾经为了让艾斯不去找黑胡子，与白胡子交手也是不分胜负。去顶上战争之前打过凯多，没有受任何伤，将凯多合进逼腿。赤犬的岩浆拳头被挡下后，见到对手是香克斯，也吓出一身冷汗。路飞击败凯多后也成为4皇，还觉醒了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与海军大将黄猿交战。虽然能打赢对方，自己也失去了战斗力，可见他的实力不算顶级4皇，战斗力也绝对比不过香克斯。不过香克斯存在2个重大缺陷，会影响到红发海贼团整体实力。第一个就是附属海贼团太弱，不像白胡子海贼团那样都是强者。香克斯去巨人岛的时候也能看到，旗下的海贼团连基德都打不过，还得香克斯本人亲自出手，才能保护住旗下老弱病残的船长们。反观现在的4皇草帽团，旗下的大船团都是有战斗力的强者，以后的战争都是大规模的较量，附属海贼团必须参与到其中。红发团的干部们都有很强的实力，打赢对方的核心成员不难，但旗下的海贼团必定会惨败。反过来也会影响干部们的战斗。第二个缺陷是太在乎民众的安危，不像黑胡子海贼团那样邪恶。当初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民众在乌塔歌声的影响下无差别攻击，保护民众的大将黄猿都没忍住，居然打算出手攻击普通人。还是本贝克曼出手，让黄猿乖乖举起手，停止对平民的攻击。红发海贼团的所有干部，不管受到任何攻击，也都没有还手。如果香克斯与黑胡子爆发战斗，战场上有平民会限制红发团发挥，而且黑胡子海贼团的玄月猎人拥有能模仿任何人的九尾狐果实，如果他变成普通人的模样，说不定能靠着偷袭重创香克斯本人。你知道佩罗娜的生父是谁吗？他与索隆的关系不只有爱情。佩罗娜在恐怖三维帆船初次登场，身份是莫利亚海贼团的3怪人之一，扎着粉色双马尾辫，头戴皇冠，妥妥的可爱萝莉。那时的霸气设定还不完善，佩罗娜的幽灵果实简直就是霸，制造出来的消极幽灵简直无敌，把草帽团的3大主力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不是碰到更加消极的乌索普，路飞的脑袋铁定会被莫利亚拿走。后来暴君熊来到恐怖三维帆船，向莫利亚传达黑胡子当七武海的消息。刚刚见到佩罗娜就问了一句：“你最想去旅游的地方是哪里？”佩罗娜很认真的想了半天，然后一脸期待的把目的地说了出来，结果就被大熊一巴掌拍飞，来到世界最强剑豪鹰眼的驻地克拉伊喀那岛。后来索隆在香波地群岛被黄猿玩虐，也被大熊拍到鹰眼的驻地，见到曾经的敌人。佩罗娜不计前嫌，给索隆进行了紧急治疗，守在昏迷的索隆身边，一整夜没有睡觉。那应该就是爱情了吧。后来鹰眼回到克拉伊喀那岛，把路飞失去兄长的事情告知索隆。为了变得更加强大，索隆主动下跪拜师，祈求对方传授自己剑术。佩罗娜就这样陪着2大剑豪，在克拉伊喀那岛度过了2年的美好时光。护送索隆从香波地群岛重新起航后，佩罗娜与鹰眼过起了2人世界。鹰眼放下黑刀叶，拿起菜刀当厨师，佩罗娜负责制作下午茶的点心。就在世界会议期间，佩罗娜从报纸上得知莫利亚还活着的消息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佩罗娜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，一直把他当作父亲。于是佩罗娜决定从鹰眼身边离开，去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寻找莫利亚。后来卡普带着 Sword 去蜂巢岛救科比，一拳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，为了救科比却遭到溪流的暗算重伤，最终被青雉等人击败后下落不明。有不少海米推测，卡普并没有丧命，很可能被莫利亚和佩罗娜救走了，就像当年多弗朗明哥铲除莫利亚一样，莫名其妙的从眼前消失。佩罗娜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，我们只知道她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。回顾莫利亚的往事，曾经去和之国挑战凯多，战败后所有同伴被杀，盗走龙马的尸体和黑刀秋水，来到恐怖三维帆船用僵尸组建海贼团。当时的和之国民不聊生，佩罗娜很有可能是莫利亚在那时捡到的。索隆流淌着双月家族的血液，难道他与佩罗娜还有一些关系吗？马尔科存在的2大缺陷被公开，吴老星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。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有世界最强男人保护着成长，还吃下非常稀有的不死鸟果实，力压当年的玉田成为第1队长。年纪轻轻还能与雷利交战，虽然被教做人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跟着白胡子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马尔科轮番对战3位海军大将，挡下闪闪果实的大招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就是一脚将黄猿踹飞，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肩膀。马尔科二话没说，又是一脚踹飞。对战赤犬的表现不算好，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却没挡住岩浆拳头。白胡子在马林饭多丧命之后，吴老星一度认为马尔科能继承4皇之位，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决战中，马尔科和众多队长被完全碾压。事后马尔科本人也说了，面对得到阵阵果实的黑胡子，自己完全不是对手。去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战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成为草帽团的全职保姆。见到4皇大妈要去鬼岛屋子，他不顾佩罗斯佩罗的夹击，也要挡住大妈。
后来一个人对战镜和奎因两位大看板，在众人的攻击下护送索隆去打凯多。面对两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马尔科也是游刃有余，没有一点劣势。当凯多吐出热息攻击娜美的时候，马尔科再次挺身而出化解危机。从顶上战争到鬼岛战争，马尔科对战众多强者，却暴露出2个缺陷。第一个就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是恢复，对他的攻击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对战3位海军大将的时候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，却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。相比海军大将们毁天灭地的攻击，马尔科的攻击力也明显弱一个档次。后来去鬼岛对战2位大看板也是全程压着岩灾镜和异灾奎因打，却没有对2人造成任何伤害，也能反映出马尔科的输出并不强。第2个缺陷就是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，却不具备霸王色霸气。在所有的皇父中，索隆和卡塔库利会霸王色，比马尔科高出一筹。凯多打路飞时强调过，只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目前除了黑胡子和巴吉，其他几位四皇也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马尔科不会霸王色也可以确定，他不具备顶级强者的战斗力。当初吴老星说他能继承白胡子成为四皇，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。不过香克斯却非常认可马尔科的实力，多次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。